为什么《精武英雄》会被公认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功夫电影？因为它早已超越了功夫片的范畴，堪称动作美学的教科书，更是被美国《黑带》杂志列入10大教科书式打斗榜单第4名。著名好莱坞导演昆汀将其称为东方圣典，并在自己的电影中多次致敬《精武英雄》，曾经更是为央视电影频道重播过无数次。影片将中国武术哲学、儒家思想都展现到了极致。没想到的是，这部被无数功夫片爱好者封神的作品，上映15天后就因票房惨淡匆匆下架，最终仅收获了1450万的票房，票房惨到导演哭着道歉。但李连杰却笑着说：“这是我最好的作品，因为是他坚定了李连杰以后的演艺道路。”如今30年过去，他却被全球影迷奉上神坛，就连外国人都直呼经典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部被时代辜负的功夫神作《精武英雄》。1994年的香港影坛堪称诸神之战，周润发的《赌神2》狂揽5253万票房，成龙的《醉拳2》稳坐春节档冠军，连好莱坞的《阿甘正传》都来分一杯羹。然而李连杰的《精武英雄》却只上映15天便匆匆下线，票房不及同年他主演的《新少林五祖》。当时李连杰正处于事业的转型期，他邀请香港著名导演陈嘉上担任他新片的导演。陈嘉上正是1993年《中南海保镖》的编剧，他对香港电影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陈嘉上一生创作过无数经典的作品，比如周星驰的《武状元苏乞儿》，以及成龙的《霹雳火》，还有这部《精武英雄》。当时有人推荐他拍摄《精武门》，但陈嘉上却并不认同，他认为李小龙的《精武门》早已是无法企及的高度。但后来陈嘉上突然决定尝试，他觉得李连杰有着独属于自己的一种英雄魅力，想要翻拍必须要推翻所有束缚。可是最有共同点就是别模仿他。李连杰有自己的很强的东西，你就不需要模仿。他没有一个动作、一个眼神是学理上。担任影片武术指导的便是天下第一武指袁和平。关于历史上是否真的有陈真这个人，陈嘉上还为此特意拜访了精武门的编剧倪匡。根据倪匡所述，他曾经观看过霍元甲的古文，霍元甲确实有一个徒弟叫陈真，但陈真并不出名。后期因为李小龙的成名，才让陈真这个名字红遍了全球。陈嘉上觉得陈真这个名字特殊，便沿用了这个名字。影片颠覆了精武门的剧情，陈真留学日本学习现代科学，陈真与日本学生打斗的戏份中，演员意外被窗户弹回，武术指导袁和平要求重来，导演陈嘉上却拒绝重拍。他觉得这种真实的狼狈感才是功夫的本质，这种对不完美的包容成就了动作戏的独特张力。而陈真与黑龙会总教头传阅文夫的对话堪称全片的灵魂，最强的全不是招式，而是将体能推向极限，最强的防守更不是格挡，而是提前预判。这段戏借武术探讨了开放学习的终极命题，固守传统必败，兼容并蓄方为强者。今天有这样的表现，可以说是一种突破。积极的目标是讲求击倒对方。你完全错了，年轻人，我告诉你，要击倒对方，最好的方法就是用手枪。作为一部有着抗战故事背景的影片，它没有去丑化任何对手。当同期港片还在靠民族仇恨制造爽点时，精武英雄却在探讨仇恨之外的可能性。中山忍饰演的山田光子为爱牺牲，也为影片增添了一抹温情之色。传阅文夫坚守武德，甚至日本部分人也有反战派。这种克制与客观，在民族情绪高涨的90年代堪称大胆突破，甚至会引起唾骂。陈真劈碎霍元甲灵堂的忍字，象征着对屈辱外交的抗议。而他在墓地为光子驱赶老鼠时说的是：“我们在打扰他们，寓意强者应以包容，而不是霸权。”老鼠好可怕，它在骚扰我。是老鼠先住进来，其实呢，是我们骚扰了他。这种反暴力的武学观，至今仍是动作片的哲学天花板。《精武英雄》的票房悲剧是香港电影黄金时代末期的缩影，但其价值却在时光中越发璀璨。袁和平设计的5场打戏，从教室擒拿到陈真与传阅文夫蒙眼对决，以及陈真与霍廷恩的师兄弟决斗，每一场都精准服务于角色成长。李连杰融合西洋拳击、现代搏击的招式，彻底颠覆了传统武术套路，后来更被无数影迷称为功夫片的教科书。当年31岁的李连杰在片中单手完成3次反握引体向上，这一幕没有替身，没有特效，全靠他当年习武的体能与恐怖的身体协调性。拍摄与周比利的最终对决时，他因动作失误被重拳击中胸口，当场吐血，仍坚持不用替身，直到拍出拳拳到肉的真实感。世界轻量级拳王周比利饰演的藤田刚是华语影史最凶狠的反派之一。为了呈现出杀人机器的压迫感，他每天加练2小时
肌肉，甚至在踢腿戏中踢断道具柱子，双腿淤青遍布。在拍摄最后一场打戏时，由于天花板高度有限，拍摄难度系数大，导致10几分钟的打戏拍了25天。作为内地与香港合拍的代表作，它将黄山实景、北影厂资源与香港五指结合，也为后续现代功夫电影打入国际市场铺平了路。可惜当年观众尚未适应这种现代动作美学。精武英雄的票房惨败的背后，藏着2个被时代误解的真相。第一，当时香港观众更爱黄飞鸿的潇洒飘逸，对陈真科学练武、对跨国恋爱的设定嗤之以鼻。可这种反套路叙事，正是他被欧美影评人盛赞东方哲学启蒙的关键。第二是生不逢时。1994年的香港电影产量暴跌，全年仅143部影片上映，资本向短平快的喜剧赌片倾斜。精武英雄以2000万投资，在当时堪称天价。这一年堪称影史最卷年份，香港有《赌神2》《醉拳2》，好莱坞有《阿甘正传》《肖申克的救赎》。动作片观众被成龙的喜剧功夫分流，文艺青年涌向奥斯卡大片，留给精武英雄的生存空间所剩无几。精武英雄如同一部迟到的教科书，它终结了威亚飞天时代，开启写实格斗新纪元。甄子丹的叶问，吴京的杀破狼皆受其启发。美国导演昆汀更直言，没有他就没有杀死比尔的暴力美学。1994年后，香港电影在好莱坞冲击下日渐式微，而精武英雄却像一曲悲壮的挽歌，它记载着港片最后的野心，敢拿商业巨制赌艺术，表达敢用动作外壳装思想内核。陈真不再是无影脚横扫敌人的神话英雄，而是融合西洋搏击的理性武者。他与穿越文夫的蒙眼对决，寓意武术的本质是突破感官局限；与藤田刚的生死战，则宣告暴力永远无法征服思想。